1999全6星角色保值度解析，你抽的角色退环境了吗？投币10经验，转发5经验，既可以提升你的等级，也可以让武教做出更好的内容。3年专注武教，后续就能第一时间获取1999最强攻略。曲良目前唯一的 T0大吸，技能倍率超刀，多被动增伤，还能自己怼自己，自适应大招对单对群2胎花，可以说强者处处是惊喜，速度强的同时机制也强。作为刀队的限定角色，曲良可以说强度十分保值，而且游戏内演戏主系太多了，暂时不会推出新的竞争者来抢曲良的位置。所以你觉得未来曲良会成为助战的神吗？马图斯作为精神主系，一定程度上划分了赛道，避免了和曲良直接竞争。不过他本身倍率不高，机制也不算很优秀，而且有配对的限制。最难受的是马图斯缺乏暴击和目前唯一真神暴击奶牙仙相性不佳，目前看来保持程度并不高。同期 UP 的木系角色杰西塔也会和马图斯竞争上档，作为中毒队核心，杰西塔素质还是足够的。不过现在讨厌角色强度的环境主要是中毛油爆，在面对单体 BOSS 时，杰西塔有点乏力，而且新 BOSS 的进化机制也让中毒队十分难受。梅兰妮一个太服就在唱衰了受系主系，但是1年过去了，梅兰妮的强度依然毋庸置疑，尤其是现在中毛油爆是重点，专精长线对单的梅兰妮更是如鱼得水。不过目前受系精神主系还少，梅兰妮所处的赛道还比较通透，或许之后版本就会推出相同定位的主系。讨厌点在 1.7 版本伊索尔德上线后，燃烧队成功跻身版本 T0， 不仅有暴力的速度加成，独特的增伤机制也让它的强度十分保值。尤其是伊索尔德上线后，两个人更是发挥出了1+1大于2的效果。加拉波纳、红鲁剑、魏秀台、百夫长这些主系目前处于6星中游水平，在特制环境下也有不错的强度。比如魏秀台打小段时非常好用，本身素质足够，但没有特别优秀的机制，在后曲良时代只能勉强站住脚。但是后续环境一旦改变，就可能会退环境。新 T、温妮、福寄生这些主系已经逐渐成为了时代的眼泪。虽然新手胎花还是可以用的，但是在中毛油爆、生棉等刀人的环境下，还是有些乏力。本身倍率比较保守，机制也没有什么特点，尤其是他们的技能组偏向对群，在面对单体 BOSS 时不好发挥。牙仙在移动辅助里唯一真神还是我们的牙仙，拥有治疗、增伤、进化能力。你的辅助位可以带3件事，一套被动就可以给敌方上 debuff 治疗队友且不占排权，同样是速度段和机制段的结合体。牙仙和曲良一起独断万赌，并称1999的2大超模角色。作为 1.2 版本就推出的角色，牙仙一直稳坐 T0 宝座，含金量不用我多说了吧？相信小伙伴们都抽到牙仙了吧？那么你的牙仙几数了呢？6，牙仙以下最强辅助，能够进化、升塔，给敌方上 debuff， 给队友上 buff， 可以说是辅助能力直接拉满了。而且还有一个倍率超高的大招，可以为队伍补充输出。虽然评价不如牙仙，但是强度也毋庸置疑，能够放进任何一个队伍里，只要游戏强度控制得好，至少1年之内还是 T0.5 辅助。然后是斗子皮特勒斯，优点是有输出、有增伤、有驱散功能，还不占出牌回合，也算是辅助万金油。可惜是寄生斗合生6呀，因为稍微替代有的6，所以斗子处在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。要是未来周年庆再出一个限定辅助，斗子的饭碗可能就要被端走了。37伊索尔德、德天、苏富比分别是各自体系的核心，这4位角色本身辅助能力优秀，还有一定的输出能力，但是想要发挥全部实力，还是需要搭配一定阵容，不像牙仙6那样万金油，放到哪个队伍都能用。可以说他们的强度会随着队伍的强度变化，当然专也有专的好处，那就是竞争赛道比较通透。作为队伍核心，很难有新角色把他们踢出去，在可见的将来，游戏不会推出直接竞争的角色，可以说非常保值了。什么？你问护盾反击队的核心卡子姐怎么样了？我只能说冒充6星。我不在乎那些司晨不喜欢我，因为我漂亮的要命。这所谓超模角色千篇一律，退环境的都有的不幸。所以你之前抽到的6星有谁呢？现在还在用吗？感谢大家3年多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！